若我有难，这7个兄弟便是你亲爹。班长，你看那是啥？看着像条流浪狗。不对，是个小孩。报告！小朋友，你干什么的？这里不能靠近，快走！找爹！你爹是谁啊？哪个连队的？叫什么名字？我有7个爹。这孩子冻傻了吧？谁家能有7个爹呀？这小孩是葫芦娃吗？还7个爹？我没有撒谎，我真的有7个司令爹。我找雷震，找顾云兰，找霍天。哪儿来的野孩子？别在这胡说八道，快走！再不走，我就叫人了。我不走，我要见爸爸。这是我给爸爸带的礼物，只要爸爸看见礼物，就会认小雪了。行了，别喊了，拿着吃吧，吃完了赶紧回家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小孩，麻袋里面装的什么？我帮你看看。别动，不许动，这是给爹的，这里面的是坏人，是我抓给爸爸的。好，我不动，你别激动。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！我的馒头糟了，不能吃了。别动！哪个不长眼的敢闯岗，简直是活腻了！张海龙在这儿呢。这是哪儿来的小乞丐？愣着干嘛？说你嘞，快点给我起来！别动，这是给爹的礼物。想不到你个小兔崽子还挺横，我给你1分钟时间，赶快给我把麻袋扯开！这不是盗版男吗？公安部正在苦苦寻找的 A 级通缉犯，这人是你带来的？他是坏人，他想要将小雪卖给人贩子，于是小雪就用馒头砸了他，然后拖着他来这里找爹。小孩，你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谁？究竟是谁派你来的？我找爹，我有7个司令爹。行，你有7个爹，那你说说，你爹都叫啥名？我大爹叫雷震，二爹叫顾云兰，三爹叫火天。竟然是这7个人，这7个人可都是当年的龙牙小队的成员呢。来喝水！小雪看着眼前这个冒着热气的杯子，露出了害怕的神情。因为在李家只有大伯和后妈能够喝热水，她只能喝缸里的生水。小雪不敢喝，怕挨打。张海龙听后瞬间愣在了原地，这一瞬间他的内心恍惚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扎了一下。喝口水都怕挨打，这孩子以前过的到底是啥苦日子？张海龙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好吧，叔叔不打你，叔叔是好人。之后他又从口袋摸出几个大白兔奶糖，递给了小雪。二丫曾经对我说过，她说糖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，甜的能让人飞起。小雪小心翼翼地剥开糖纸，咽了口水，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糖重新包了回去。你咋不吃啊？是嫌糖不好吃吗？小雪摇了摇头，我要留给爸爸吃。妈妈说爸爸是大英雄，身上有很多伤，我想爸爸吃了糖，身上肯定就不疼了。小雪身上不疼，因为小雪已经习惯了，但是爸爸不能疼。能让这么小的孩子遭这种罪的人，千刀万剐也不为过。之后张海龙用手指了指在门外站岗的战士，快点去食堂给我把最好的饭菜都给我端过来，像红烧肉、鸡腿什么的，有什么给我拿什么。另外再给我找一位军医过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！小雪看着暴跳如雷的张海龙，虽然还是有点害怕，但心里却觉得暖暖的。这个怪叔叔好像真的是个好人呢。爸爸，小雪好像离你越来越近了，你马上就能吃到小雪给你带的糖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小雪的头感觉好晕啊。张海龙眼疾手快，一把接住了即将摔在地上的小雪。但令他感到奇怪的是，小雪的额头非常的烫，就像是抱住了一块刚出炉的炭火。这娃什么情况？为什么额头这么烫？大伯，小雪以后会尽量吃少一点，别打我，我不跑了，我以后就乖乖的待在牛棚里，再也不跑了。别有火钳！牛棚、火钳，这6岁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这时一名军医突然推开房门走了进来，他只看了小雪一眼，脸色瞬间就变了。
快平放！当军医凑近仔细检查小雪的身体后，瞬间愣住了。他不敢相信这是一名6岁女孩的身体，因为小雪的身上满身都是青紫色的淤痕和结痂的血口子，以及一个个被烟头烫过焦黑的疤痕。这孩子严重营养不良，高烧40度以上，还有内伤。我这里设备不够，必须马上送到总院抢救。张海龙听后心里非常的担忧。军区总院在核心区，没有首长签字，这种身份不明的人员根本进不去。下一刻，张海龙掏出电话，手指哆嗦着拨通了雷司令办公室的专线。电话那头传来雷司令秘书小王压低后的声音：“张海龙，你疯了？这时候打电话，你不知道雷司令正在开最高军事会议吗？今天谁的电话都不接。”科长，不好了，那孩子抽搐了，看样子已经快不行了。张海龙听后猛地凑到了小雪的身旁。此刻小雪的小脸憋得青紫，身体像触电一样抽搐着。可即便是在这种极度痛苦的情况下，小雪的一只小手却依旧死死地捂着口袋，因为那里装着那颗留给爸爸的糖。此刻张海龙陷入了进退两难的为难之中，一边是国家大事，是无比重要的军事机密，而另一边则是一条奄奄一息的小生命。这两件事都非常重要，张海龙的内心做着无比痛苦的抉择。爸爸，求救小雪！微弱的呼救声像是一根针，刺破了张海龙最后的理智。去他娘的规矩，去他娘的纪律！要是连这么个孩子都救不了，老子还当什么兵，保什么家，为什么国？之后张海龙将小雪抱起冲了出去。开车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去哪里？科长，去办公大楼，去闯那个所谓的会议室。要是有人拦着，就给老子撞过去。出了事，老子一个人顶着，大不了这身皮不要了，大不了上军事法庭。但是今天这孩子要是死在我手里，老子做鬼都不会原谅自己。吉普车以无比恐怖的速度冲了出去，警报声划破了军区大院的宁静。张海龙紧紧抱着小雪，用自己宽厚的胸膛给她取暖。丫头，撑住！你那7个司令爹不管你，老子管你！老子带你去找雷老虎，他要是敢不认你，老子就崩了他！风雪中，一辆孤零零的吉普车带着一腔孤勇，冲向了那个代表着最高权力的红楼。此刻，红楼顶层1号会议室内，坐在首位的那个男人正在发火。这就是你们给老子交的答卷，蓝军才派过来1个连，结果你们1个师的指挥部就被端了。要是真打仗，你们现在的脑袋早就挂在城墙上了。说话的男人是京城军区的一把手雷震，底下的师长们被骂得一个个低着头，恨不得把脑袋塞进裤裆里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而尖锐的警报声传入了会议室。雷震正愁一肚子火没处撒，结果居然有人送上门来了。老子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王八蛋！楼下大厅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张海龙抱着小雪像个疯子一样往楼梯上冲。滚开！都给老子滚开！站住！张海龙，你疯了吗？让开！我要见雷司令，我有急事，人命关天的大事。司令正在开会，谁也不能打扰，这是死命令！去他妈的死命令！你知道这孩子是谁吗？耽误了救人，别说是你，就是雷震他也担不起这个责。张海龙不管不顾，像头蛮牛一样就要往枪口上撞。警卫连长下意识地拉动了枪栓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楼梯上方传来了一声炸雷般的怒吼：“吵什么吵？当这里是菜市场吗？张海龙，你真是出息了，不在大门口好好看门，跑到老子这来撒野！我看你是这身军装穿够，想要回家养老了。”下一刻，张海龙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张海龙死不足惜，但这孩子您必须救，他是来找您的，他说她是您闺女。放你娘的屁！张海龙，你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？老子到现在都还没结过婚，哪来的闺女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关禁闭，让他清醒清醒！警卫连长一挥手，几个战士就要冲上去抓人。张海龙急了，他死死护着小雪。司令，我真的没有撒谎，他身上还带着信物，他说那是他爹给他的。司令，要不你就看一眼，再下决定也不迟。雷震看着如今张海龙那副涕泪横流的样子，心里也泛起了嘀咕。这张海龙平时也是个硬汉，流血不流泪的主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什么信物拿出来给老子看看！要是敢耍老子，老子今天就毙了你！张海龙急忙从小雪口袋中摸出一张泛黄的照片，跟一串用子弹壳磨成的项链。雷震接过照片后瞳孔巨震，照片上是7个年轻的军人，他们穿着老式的军装，脸上涂着迷彩，笑得张狂霸道。雷震看着画像的那7个人，眼角流下了点点泪珠，那是他们年轻时候的样子，是曾经威震边境的龙牙小队。那个被6个兄弟簇拥在中间的男人，正是他们的大哥龙牙。那个为了掩护他们撤退，独自一人引开敌人，最后连尸骨都没找到的大哥。雷震的呼吸瞬间急速起来，刚才那股子威风凛凛的气势瞬间崩塌。他缓缓地翻过了照片，因为他记得大哥说过，这张照片背后写着留给未来孩子的话：若我有难，这7个兄弟便是你亲爹。这行字像是一道闪电击中了雷震的内心，
原来大哥早就有了孩子，原来大哥在牺牲前就已经把身后事托付给了他们这帮兄弟。可是这4年里，他们都干了些什么？他们在升官发财，他们在享受太平盛世，而大哥的骨肉，这个本该被他们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，却在外面流浪，在受苦，在被人欺负。雷震猛地抬起头，死死看着张海龙怀里的那个小孩，那眉眼的轮廓简直和大哥一模一样，这绝对就是大哥的孩子，这就是他们龙牙小队的根。把这孩子给我。张海龙赶紧把小雪递了过去，或许是因为2人交换时不小心触碰到了小雪的伤口，在昏迷之中的小雪发出了一声痛苦的闷哼。别打了，小雪再也不敢了，别用火切，别怪牛棚。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烧红的刀子在凌迟着雷震的心。雷震的眼睛瞬间红得滴血，一股滔天的杀气从他身上爆发而出，比刚刚在会议室里还要恐怖10000倍。谁干的？这他妈是谁干的？别怕，大爹在这儿，大爹来晚了，是大爹不好，大爹该死啊！小雪似乎感受到了那股熟悉的气息，和照片上爸爸一样的那股气息，于是她费力地睁开了一条眼缝，看到雷震那张脸，那是她在梦里见过无数次的那张脸。大爹，是大爹，是大爹，大爹在这儿呢，以后没人再敢欺负你了。小雪缓缓地将手伸进口袋，从口袋中摸出了那颗大白兔奶糖，她颤巍巍地举起手，将糖递到了雷震的嘴边。大爹，吃糖，吃了糖就不疼了。说完这句话，小雪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，小脑袋一歪，彻底昏死在了雷震的怀里。叫军医，军医死哪去了？还愣着干嘛？快备车去总院！小雪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们以后都别想好过。车子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，直接撞断了红楼门口的升降杆。参谋长也在此刻按下了紧急按钮，下一秒尖锐的防空警报声在整个京城军区上空炸响，广播中传来呼声：全军区1级戒备，所有单位立刻进入战斗状态。下一瞬，整个军区瞬间炸开了锅，所有坦克出动，武装直升机也划过军区的上空，一时间整个京城军区钢铁洪流涌动，杀气冲天。此时急诊室外，雷震拨通了6个电话，这6个电话打向了祖国的4面8方。这一天，华夏的天空变得格外繁忙，没有任何标志的专机从不同的方向划破长空，而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京城军区总院。此刻，京城空管局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6个红点，他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朝着京城汇聚。值班人员看到这一幕，瞬间吓坏了。主任，有不明飞行物闯入领空，请求拦截。空管局主任看了一眼那几个红点的代号，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。拦截？你开什么玩笑？这几个都是能把天捅个窟窿的主，谁敢拦截？给我全部放行，给他们开辟空中绿色通道，不管是民航还是货机，统统给这6大飞机让路。那个躺在抢救室里的小丫头还不知道，因为她整个华夏军界最顶尖的7个大人物正在为了她疯了一样的赶来。这是一场名为守护的急行军。此刻7个男人站在急救病房外，气氛压抑到了冰点。三爹霍天眼神里的杀气外放，无比的恐怖。谁干的？雷震咬着牙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。一个叫李大强的，还有一个叫王桂芬的女的。我去找他们算账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要走，不料这时顾云兰却叫住了他：站住！直接去太便宜他们了！我要让他们感受到绝望，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地狱。就在这时，抢救室的大门突然被打开，雷震第一个冲了上去。孩子，他怎么样了？命算是保住了，但是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，新旧伤痕叠加，覆盖率达到95%。右小腿陈旧性骨折，7次愈合不良，有些骨被人打断了没治，硬生生自己长好。7个大男人此刻面色铁青，不知道一个6岁的孩子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。还有胃内容物分析，除了少量未消化的发霉面食残渣，还有大量的观音土、草根以及生肉纤维。这句话像是一颗重磅炸弹，直接在走廊炸开。观音土吃了肚子会胀，拉不出来可能导致活活憋死。老四实在忍不住了，一拳砸在了墙上。这是人过的日子吗？这是把孩子当什么养啊？最严重的是背部的烫伤，一共72处，根据伤口形状判断，应该是烟头烫的。还有，够了！雷震突然发出一声咆哮，打断了李院长的话，他受不了了。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锋利的匕首，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。此刻走廊中陷入了令人绝望的沉默。特护病房内，7个干爹围在床边，一个个屏住呼吸，无比严肃地看着躺在床上的小雪。顾云兰站在旁边，手里拿着一条温热的毛巾，小心翼翼地给小雪擦拭着额头上的冷汗。床上那个小小的身影突然动了一下，小雪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那双眼睛里没有光，只有一片茫然，可能是还没反应过来。小雪看到7个身材魁梧的大叔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，瞬间被吓坏了，连忙往被子里缩，那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应激反应。别打小雪！雷震笑容瞬间凝固在了脸上。丫头，别怕，我是大爹，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了。要是天塌下来，有大爹给你顶着。小雪听到这些话后，眼泪不受控制的啪嗒啪嗒往下掉。真的吗？
真的。小雪吸了吸鼻子，她伸出那只还缠着纱布的小手，轻轻地抓住了雷震的一根手指。那小雪可以再睡一会儿吗？小雪好累啊。睡吧，大爹守着你，就算阎王爷来了，也别想把你从我们的身边带走。这一次小雪没有做噩梦，因为有7座大山挡在了她的梦境之外，为她遮风挡雨。老三，李大强那边准备动手吧，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敢动我们龙牙的种，下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生不如死。1个星期后，小雪的身体终于恢复了些，坐在床边，嘴里捧着个奶瓶，吧唧吧唧的喝着，2只小脚丫子晃呀晃，显得无比的可爱。大爹，我们要去哪里呀？咱们回家。小雪歪着小脑袋想了想，是回牛棚吗？小雪不想回牛棚，那里冷，还有老鼠咬脚。雷震站起身，一把将小雪抱进怀里。不是回那个家，咱们是去把那个破地方给拆了，去接你亲爹回家。还有谁欺负过你？大爹带你欺负回来。小雪不知道什么叫出气，但她知道只要跟在大爹身边，就没有人敢打她。雷震大手一挥，抱起小雪，大步走出了病房。医院门口早就停好了一排黑色的越野车，雷震抱着小雪坐进了中间那辆指挥车，驶向了京城郊外的军用机场。到了机场，眼前的景象让小雪惊得合不拢嘴，一辆辆武装战机整装待发，跑道旁边更是停满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，成千上万名穿着迷彩服的叔叔站得笔直。小雪指着他们奶声奶气地问：大爹，这些都是你的兵吗？雷震笑了笑，摸了摸小雪的小脑袋。不光是大爹的，也是你的。以后这7大军区的100万雄师都是你的后盾，谁敢动你一根手指头，老子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钢铁洪流。而此时的李家村外面正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工程。李家村的路太窄，坦克装甲车根本进不去，但这都不是问题。此时的顾云兰正站在一处高地上，指挥着一个工兵团有条不稳的拓宽道路。此刻正在吃饭的李大强忽然感觉地面开始震动，饭桌上的菜碗不断摇晃，时不时还能够听到直升机螺旋桨的巨大轰鸣声。李大强见状赶紧跑出来查看情况，只见头顶的天空中悬停着10几架黑色的武装直升机，巨大的螺旋桨疯狂旋转，卷起漫天的雪花和尘土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最中间的那架直升机上传来一道冰冷的喇叭声：李大强、王桂芬，你们的死期到了！李大强双腿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在了雪地上。他知道这下真的天塌了。直升机缓缓下降，雷震抱着小雪从飞机上缓缓地走了下来。当李大强看清雷震怀里那个孩子的时候，他的眼珠子差点瞪了出来。小雪指着李大强奶声奶气说道：大爹，就是他打断了我的腿，就是他要把我卖给坏人。小雪又指了指王桂芬，还有他用火钳烫我，不给我饭吃，还让我睡牛棚。这时霍天走了过来，他把手中那根用铝合金做的棍子递给小雪。小雪拿着，大爹说了，谁欺负过你，你就亲手欺负回来。小雪看了看李大强，此刻李大强正跪在他面前瑟瑟发抖。小雪咬了咬嘴角，想起了牛棚里那个冰冷的夜晚，想起了妈妈临死前不甘的眼神，一股热流从她小小的身体里涌了出来，那是勇气，也是复仇的火焰。下一刻，小雪举起了手中的棍子。坏人，打坏人！1下2下3下，小雪不知疲倦地挥舞着棍子，直到累了才把棍子一扔，扑进了雷震的怀里。大爹，小雪手疼。没事，累了就不打了，剩下的交给大爹。雷震看向李大强和王桂芬，眼神冰冷刺骨。我倒是要看看这下面到底埋了多少我大哥的血汗钱。李大强看着自己辛苦贪污来的家产，瞬间化为废墟，两眼一翻，彻底晕了过去。给我搜，把这块地给我翻个底朝天，我就不信了，这孙子吞了我大哥的抚恤金，能藏到天上去。随着雷震一声令下，几十名全副武装的特种兵立刻冲进了废墟之中，他们手里拿着工兵铲和金属探测器，动作麻利的像是一群猎豹。重点搜墙角，还有灶台底下，这种贪财的土鳖最喜欢把钱藏在阴暗的角落里。小雪突然动了动，她伸出小手指了指院子西边的一个角落，那里原本是个猪圈，现在已经被塌下来的墙砖给埋了一半。大爹，那是小雪以前睡觉的地方。雷震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，疼得他差点喘不上气来。猪圈，那是人睡的地方吗？那是给畜生睡的地方啊！大哥的掌上明珠竟然在猪圈里睡了整整6年。雷震红着眼睛抱着小雪大步走了过去。都给我过来，挖这里！几个特种兵立刻围了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清理着上面的砖块和烂木头。随着杂物被清理干净，露出了一块散发着恶臭的地面，那里有一堆烂稻草，旁边还有一个脏兮兮的狗盆，里面残留着冻成冰的泔水。顾云兰走了过来，看了一眼那个狗盆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随即他转过身，狠狠地踹了一脚旁边的断墙。这帮畜生死1万次都不够！就在这时，一名特种兵手里的金属探测器突然发出了急促的滴滴声。报告首长，下面有东西！挖，给我挖！我倒要看看下面到底藏着什么东西！几把工兵铲同时挥动，硬邦邦的土地被一点点撬开，大概挖了半米深，铲子碰到了一个硬物，发出了当的一声脆响。特种兵们扔下铲子，直接上手刨。很快，一个被油脂层层包裹着的坛子被提了出来。这坛子原本是用来腌咸菜的，封口处还用蜡封得严严实实。看着这个坛子，
雷震的手竟然有些发抖。打开，给我打开！霍天走上前，拔出军刀，沿着坛口轻轻一划，封口的蜡和油纸被挑开，一股子陈旧的霉味混合着钱的味道飘了出来。霍天把坛子倒扣过来，哗啦一声，一堆东西倒在了特种兵铺好的雨布上，里面有很多钞票，在这些钞票的下面压着厚厚的一叠信封，那是军用的牛皮纸信封，每一个信封都保存得很好，甚至连封口都没有拆开过。李大强那个畜生只拿走了汇款单里的钱，信看都没看一眼，就直接埋进了猪圈底下。雷震颤抖着手捡起其中一封信，信封上是大哥那熟悉的狂草字迹。雷震感觉眼眶发热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小心翼翼地撕开了信封，信纸有些泛黄，但字迹依然清晰有力。老大，念给小雪听听吧，让他知道他爹不是不要他，他爹一直都在想着他。雷震点了点头，模仿着大哥聋哑的口吻读了起来。老婆，见字如面，这次任务有点紧，可能要过段时间才能回去看你们了。小雪最近乖不乖？有没有长高一点？告诉闺女，爸爸是大英雄，爸爸在外面打坏人呢。等爸爸回去了，就买很多很多糖给小雪。雷震念不下去了，因为怀里的小雪突然大哭了起来，不是那种受了委屈的小声啜泣，而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。爸爸，原来爸爸没有不要小雪，原来爸爸是去给小雪买糖去了。可是糖呢？糖去哪里了？小雪从来没有吃过爸爸买的糖，难道都被大伯和那个坏女人偷走了？坏人，他们都是坏人，是他们不仅偷了爸爸给小雪的糖，而且还不给小雪饭吃。世事无比的讽刺，李大强夫妇拿着龙牙用命换来的抚恤金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但龙牙的女儿却生活在猪圈上。把李大强给我弄醒，我要让他把吃进去的每一分钱都给我吐出来。顾云兰虽然没有像霍天那样失控，但她此刻的表情比霍天还要可怕。她蹲下身，捡起那些发霉的钞票，一张一张的擦干净，就像是在擦拭大哥的血肉。这些钱脏了，既然脏了，那就用来买棺材吧，给李家村所有昧着良心的人一人买一口。雷震紧紧抱着哭泣的小雪，大手轻轻拍着她的后背。小雪不哭，大爹在，爸爸的爱谁也偷不走，那些坏人欠你的，大爹今天就让他们连本带利的还回来。他抬起头看了一眼周围那些义愤填膺的特种兵，传我命令，全村集合，把所有人都给我押到打谷场上去，我要开公审大会，我要让方圆百里的人都知道欺负烈士遗孤是个什么下场。李家村的打谷场平时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，但今天这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，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把打谷场围得水泄不通，黑洞洞的炮口就像是死神的眼睛，冷冷地注视着场中央的那群人。全村几百口人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全都被赶到了这里。他们蹲在地上，双手抱头，一个个被吓得面如死灰，瑟瑟发抖。寒风呼呼地刮着，卷起地上的雪粒，打在脸上无比的生疼，但没有人敢动，甚至连咳嗽一声都不敢，因为在他们周围站着一圈全副武装的特种兵，那些战士手里的钢枪可是上了膛的。李大强和王贵芬被单独拖到了最前面的高台上，他们已经被冷水泼醒，但现在的状态还不如晕着好。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，再看看周围那些杀气腾腾的军人，李大强终于明白自己这下是彻底完了。都抬起头来！底下的村民们吓得一哆嗦，战战兢兢地抬起头，看着台上那个威风凛凛的将军，还有那个穿着迷彩服的小丫头，所有人的眼神都变了，有恐惧的，有后悔的，还有不可置信的。谁能想到那个平时任人欺负的小野种，竟然真的是凤凰？雷震指了指怀里的小雪，认识她吗？她是烈士的女儿，她的父亲为了保卫国家，为了让你们能安稳的种地吃饭，死在了战场上。可是你们呢？你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女儿的？雷震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充满了怒火。李大强、王贵芬贪污抚恤金，虐待儿童，拐卖人口，桩桩件件够你们死100回的。李大强见状拼命的磕头，脑门都磕出血了。首长饶命啊！我是猪油蒙了心，我是他亲大伯啊！看在血脉的份上，饶了我这条狗命吧！王贵芬也哭嚎着说：“我不想死啊！小雪，你快帮大娘求求情啊！大娘以前给你做过饭的。”听到这话，小雪的小身子猛地一僵。做饭是那些发霉的窝窝头吗？还是那些倒给狗吃的剩饭？小雪转过头，看着王贵芬那张丑陋的脸，她的小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大爹，他说谎，他没给我做过饭，他只给狗做饭。这一句话直接判了王贵芬的死刑。雷震冷笑一声，脚踹在王贵芬的心窝上。听见了吗？连4岁的孩子都知道你在撒谎，拖下去交给军事法庭，告诉法官按最高量刑判，让他们这辈子都在牢里忏悔。2个特种兵像拖死狗一样，把哭嚎不止的李大强夫妇拖上了囚车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。处理完了首恶，雷震的目光落在了台下那些村民身上，那些人一个个低着头，不敢与雷震对视。还有你们觉得自己很无辜是吗？你们觉得自己没打过孩子，没骂过孩子，就不关你们的事儿是吧？雪崩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小雪在牛棚里挨饿受冻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
李大强要把小雪卖掉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你们在看热闹，你们在冷眼旁观，甚至还有人在旁边叫好。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雷震的咆哮声让不少村民羞愧地低下了头。他们都知道李大强在虐待孩子，但没有人站出来说一句话，因为那是别人的家事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这种冷漠才是最大的帮凶。顾云兰这时候突然站了起来：“各位乡亲，我是个生意人，讲究个因果报应。本来我是打算在这个村子建个食品厂的，路都规划好了，投资也都到位了，只要厂子建起来，你们每家每户每年至少能分红2万块。”听到2万块这3个字，底下的村民们眼睛瞬间亮了。在这个穷山沟里，2万块那是天文数字啊！有人甚至激动地站了起来。首长，真的吗？真的要建厂吗？顾云兰笑了笑，点了点头。是真的，但是我现在突然改变主意了，因为你们不配，一个连烈士遗孤都容不下的村子，没资格过好日子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投资全部撤回，那条刚修好的路，我会让人再挖断，以后哪怕是把钱扔进海里听响，我也不会给李家村1分钱。村民们彻底傻眼了，那种从云端跌落到地狱的感觉，让他们心如刀绞。首长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真的错了，我们以后一定把小雪当祖宗供着。村民们哭喊着，有人甚至开始互相埋怨，扭打在一起。看着这一幕闹剧，顾云兰眼里的厌恶更深了。晚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，这就是你们冷漠的代价。以后你们就在这穷山沟里守着你们的冷漠过一辈子吧。说完，顾云兰转过身，不再看他们一眼。小雪看着台下那些哭天抢地的人，她的小手紧紧抓着雷震的衣服。大爹，我们走吧。小雪不喜欢这里，小雪想去看爸爸。雷震点了点头，抱起小雪，大步走下了高台，离开了那个充满了罪恶和喧嚣的打谷场。车队开往了后山，那里是李家村的乱葬岗。雷震抱着小雪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，身后的6个兄弟一个个神色肃穆，眼眶微红。他们在一棵枯死的老歪脖子树下找到了那个小土包，这就是一代兵王龙牙的埋骨之地，这就是那个曾经为了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英雄归宿。看着这凄凉的景象，7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再也绷不住了。雷震扑通一声跪在了雪地里。大哥，兄弟们来看你了。紧接着，顾云兰、霍天以及剩下的6个兄弟齐刷刷地跪成了一排。这7个人现在哪一个不是威震一方的大佬，哪一个不是跺跺脚就能让地抖3抖的首长？但此刻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土包前，他们只是7个来晚了的弟弟，7个满怀愧疚的罪人。大哥，我们该死啊！我们让你在这荒山野岭躺了4年，我们让小雪受了4年的罪，我们不配当你的兄弟。小雪站在雷震身边，她看着那个小土包，又看了看哭成一团的干爹们，她的小脸上没有悲伤，反而透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宁。她知道爸爸就在这里，爸爸在看着她。小雪慢慢地走上前，伸出戴着手套的小手，轻轻拍了拍那个小土包上的雪，就像是在给爸爸拍去身上的灰尘。爸爸，小雪来看你了。小雪没有被卖掉，小雪也没有被狗咬死，小雪找到大爹他们了。小雪一边说，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那颗珍藏了很久的大白兔奶糖，糖纸已经被她捏得皱皱巴巴的，但里面的糖却还是好的。她用冻得通红的小手指在土包前挖了一个小小的坑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那颗糖放了进去，然后又捧起一捧干净的雪盖在上面。爸爸，吃糖，这是大爹给小雪买的，可甜了，小雪吃了就不疼了，爸爸吃了肯定也不疼了。雷震看到这一幕心都要碎了，他一把将小雪搂进怀里，紧紧地抱着。大哥，你看见了吗？你闺女多懂事啊！你放心，从今往后，这丫头就是我们的命，谁要是敢动她一根汗毛，我们7兄弟就算豁出这条命，也要让她全家陪葬。顾云兰擦干了眼泪，站起身来，她看着那个寒酸的坟头，眼神坚定。大哥，这里太冷了，咱们不在这住了。我安排了京城烈士陵园最好的位置，我们要让你风风光光的回家，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你是大英雄。小雪对着坟头磕了3个响头，虽然动作不太标准，但那份虔诚却让人动容。爸爸，我们要走了。大爹说要带小雪去京城住大房子，那里有好多好多糖，还有好多好多玩具，小雪会乖乖听话的。爸爸，你在天上也要乖乖的。说完，小雪站起身，拍了拍膝盖上的雪，她伸出小手牵住了雷震的大手，另一只手牵住了霍天的大手。大爹，三爹，我们回家吧。小雪扬起小脸，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，那是发自内心的笑，那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笑。雷震看着小雪的笑脸，心里的阴霾终于散去了一些，他用力握紧了小雪的小手。好，咱们回家。一行人转身离开了这个凄凉的乱葬岗。小雪趴在真皮座椅上，手里还攥着那张爸爸的照片。经过这一番折腾，小丫头早就累坏了，此时正像只小猫一样蜷缩在雷震的怀里打瞌睡。雷震的大手轻轻拍着小雪的后背，动作轻柔的不像是个拿枪的司令，而像是个专业的月嫂。但车里的气氛却有些剑拔弩张，因为这7个爹正在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吵得面红耳赤。小雪必须跟我住，我是老大，又是京城军区的一把手，住我那大院最安全。而且我是大爹，长兄如父。
父，这孩子理应我来养。大哥，你那大院里除了兵就是枪，连个女的都看不见。你让小雪跟着你，难道天天听起床号吗？还是跟我回特战基地吧，我那清静。别争了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很快，车队驶入大门，沿着宽阔的柏油路开了足足5分钟，才看到主建筑。那是一座典型的欧式城堡，尖尖的塔顶，白色的墙壁。最离谱的是，顾云兰让人把城堡的外墙刷成了粉红色。我操，老二，你这是把迪士尼给搬过来了？顾云兰淡定地摇了摇头。迪士尼太吵了，人太杂，这是我按照童话书里的样子，让人连夜改出来的。本来这是我用来养老的宅子，现在归小雪了。雷震抱着小雪下了车，小雪被冷风一吹醒了，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迷迷糊糊地看了一眼面前的庞然大物。这是哪里呀？这是天上的宫殿吗？大爹，我们要住在这里吗？对，这就是咱家，以后你就住这儿。小雪，喜欢吗？这是二爹送给你的礼物。小雪看着顾云兰，又看了看那座巨大的城堡，她的小脸突然垮了下来，在骨子里的自卑和恐惧又冒了出来。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小军靴，又看了看那光洁如镜的大理石地面。二爹，这房子太干净了，小雪身上脏，小雪会把地板弄脏的。而且这么大的房子肯定很贵吧？小雪没有钱，住不起。大伯说住大房子要给很多很多钱。小雪还是去睡牛棚吧，只要牛棚不漏风就行。这一番话说的小心翼翼，说的卑微到了尘埃里，就像是一把尖刀狠狠地扎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窝子里。雷震感觉自己的呼吸都要停止了，他死死地咬着牙，眼眶瞬间就红了。顾云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强行压下心里的酸楚，她伸出手轻轻摸了摸小雪的小脑袋。傻丫头，说什么胡话呢？这房子不贵，一点都不贵，而且这就是为你建的，你是这里的主人，就算你在地板上打滚画画，甚至把它拆了都没关系，因为这是你的家，在自己家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真的吗？真的不用睡牛棚吗？